我凭着行业一流的煎牛排手艺，跟姐夫一起把西餐厅干成全市最热闹商圈的招牌店铺。他当初承诺和我55分红，3年期间净赚1200万，现在却只用5万打发我。我转头在他的高端餐厅楼下摆摊煎起了牛排。就是他，原来云岸的主厨，这比里面便宜1半，好吃，我吃过3次了。短短半年，姐夫的餐厅就扛不住了，跪在我面前求我回去。各位，今天是咱们云岸3周年的年会，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，直接给大家报喜，今年咱们餐厅全年净利润600万。第1年200万，第2年400万，今年600万，营业额逐年稳步提高。当初姐夫说3年为期给我1半分成，那就是600万。辛苦干了3年，终于能拿到钱了。周厨师，刘总让我给你转的年终奖已经到账了，你查收一下。姐夫，这5万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特意给你申请的主厨年终奖啊，比其他员工多好几倍呢。怎么，你还不满意吗？我要的不是年终奖，是分红。3年前餐厅快倒闭的时候，你叫我来说，我要是能把云岸板黄赚的钱跟我55分。现在3年利润1200万，你就给我5万。餐厅能赚钱，靠的是商场的黄金地段几百万的装修，我砸钱做的品牌推广和我的资源人脉，你只负责煎个肉而已。工资奖金我都没少过你，怎么还惦记上分红了？小天，听姐的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。今天这么多员工都在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姐，你先别说话。刘建斌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这600万的分红，你给还是不给？600万，你怎么不让我把1000多万全给你？当初分红就是随口一说，只有你这种愣头青才会当真。自己好好看看合同，你签的是行政主厨聘用合同，哪有分红俩字儿？是啊，周主厨，按理说大部分菜还都是帮厨做的，你也只负责煎个牛排而已，工资就那么高，刘总已经对您不薄了，这分红的事儿跟您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啊，1个2个都说跟我没关系，我把这家店干到现在商圈第1，现在说跟我没关系，再过2天是不是要说后厨也和我没关系了？你还真说对了，周小天，你不就是个煎牛排的，倒点油把肉煎熟，这点活我都看会了，在外面随便找个人过来都能顶你的位置，工资还比你低1半。小天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你姐夫今年压力也大，商场租金涨了，物料成本也涨，他天天在外头跑业务也不容易。就是，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小舅子的份上，你以为你能拿这么高的工资？别给脸不要脸！刘建斌，到底谁不要脸？当初你天天卖惨说西餐厅开不起来，求我从上京回来帮你管店救场，拍胸脯承诺店盈利了跟我55分成，你现在跟我糊涂，店红火了你转头就翻脸不认账，拿5万块钱就想打发我，吞掉我该拿的几百万分红，你干的这叫人事儿？还有你俩，当初餐厅快倒闭的时候，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来，店里一天进不了几桌客人，是谁改菜单推限定新品，一家家把关原料选品，把客流量拉回来的？别人不知道，你这个当店长的看不见。现在店火了，成了商圈招牌了，你们一个个都成了墙头草。明知道云岸是靠谁做大的，还跟刘建斌一起挤兑我。姐，当初说分红的时候你也在场，这3年我怎么把店做起来的你也看着。现在他这样对我，你视而不见。姐，3年前姐夫说我把店做起来就跟我55分账。当时你也在，现在他这样过河拆桥，你还帮着他？够了，周小天，你在后厨天天白拿着工资就算了，现在又在年会上闹事，马上收拾你的东西滚蛋！这3年我没日没夜盯招聘，把一家半死不活的店做到全城前10，到头来就换一句滚蛋。小天，你先消消气，别冲动。你姐夫就是一时气头上说的气话，我回头慢慢劝他，肯定帮你把事情说清楚。你别就这么走了。姐，事到如今还有必要说这种话吗？他今天是打定主意赶我走，只有你这种傻子才会相信他是气话。忙了整整2天筹备这个3周年年会，从冷盘到甜品全是我盯的出品，结果自己一口热饭没吃上就被赶出来了。这个摊位上的青石
我以前熬夜改菜单是常点，用料新鲜，酱汁调的也讲究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老样子，一份鸡胸肉轻食。你这脸色也太差了，是被老板开除了？商场导购都在传，说今天云岸的年会，主厨被老板当众赶出去了。说的不会就是你吧？是，我不仅是主厨，还是技术股东，干了3年，说好店做起来跟我五五分账，现在翻脸不认账，反倒直接把我扫地出门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再找家西餐厅上班？就这么吃哑巴亏了？亏不可能白吃，我也不会再去给别人打工。想开个店跟他对台打楼，但我手里拢共就10万出头的积蓄，这地段的铺面连押金都不够，想干什么都没本钱，还得再想想。开不起店，那就摆摊儿啊，不用房租，不用雇人，成本低，回本快，赚的全是自己的，未必比他餐厅挣的少。摆摊？我从学徒起就待在专业后厨，只会煎牛排做菜。摆摊怎么办正，怎么选位置，怎么引流，我一窍不通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教你啊！我在这里摆摊2年了，从办证到定价经营，门道我都熟。别人我不管，你要摆摊，我一定全力支持，全程帮你搞定。为什么帮我？我们也就算点头之交。去年暴雨，我摊子遮雨布被吹飞，你路过帮我收摊子，还把伞留给我自己淋着回去。还有好几次我甜品剩得多，你都说公司团建全买走了，转头我就看见你分给路边华为工人了。你是实打实的好人，我就看不得好人受这种窝囊气。素昧平生的小姑娘都记着这点小事儿，念我的好，血脉相连的姐姐和姐夫却算计我，吞我分红，赶我走，真是天大的讽刺。要干就干票大的，咱们就把摊子排在这儿，抬头正对着云岸的落地窗。你煎牛排的手艺全程都找不出第二个，就靠味道抢他的客，让云岸那些王八蛋后悔到肠子发青。老板，这个铁板推车多少钱？还有旁边那套折叠桌，20头餐具一起打包，报个实价。这铁板推车算你1200，折叠桌椅一套200，20套不锈钢餐具400，凑个整，一共1800。老板，你这价可不实在呀！这推车提面都掉了大半，煎锅内侧还有划痕，桌子腿也有点晃。你便宜200，我们现在就拉走，不行我们就去别家看了。姑娘，我这推车收来都不止这个价，漆面掉点算啥呀？煎锅有划痕才是正经开过光的熟锅，煎东西不粘，又不耽误用，不能再少了。那算了，前面第3家我昨天就问过同款推车，比你这儿便宜不说，还送一套清洁工具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哎，算我今天开第1单，图个吉利。1600就1600，给你们了。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们可得当场检查好，出门概不退换。我这小本生意经不起来回折腾。老板，这几块牛外中，还有那边的眼肉，拿给我看一下切面。这几块肉状态还行，外脊价格比肥力低不少，但只要处理得好，口感不会比昂贵部位的肉差，日常出餐够用。小伙子手法挺内行啊，给哪家西餐厅看货呢？之前在云岸做法餐主厨，现在自己单干了。云岸，那是我老客户了。你就是那个被刘建斌开了的主厨，这么年轻啊？考虑找下家吗？我认识几家西餐厅的老板，一直想从别的地方挖主厨，要不要帮你搭个线？多谢您了，工作我暂时不打算找。我准备在云岸对面的小吃街摆摊煎牛排，就跟他对着干。你这边能不能小批量给我供货？长期要，货得新鲜。好小子，有骨气，我就欣赏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。行，这批肉我给你按大客户的批发价走，你先拿回去试卖，卖得好咱们长期合作，我每天给你留最新鲜的部位。真讲究，不愧是豪华餐厅出来的大厨。刘洋这种事儿都不用我提醒，你自己就做了。食品安全问题不能马虎，一定要做到位。证件的事儿今天也都办妥了，保证咱们是安全合规经营。路边卖的牛排能靠谱吗？别是合成肉吧，吃坏肚子可不值当。39块钱一份呢，比别的小吃贵多了，还不如去吃碗粉划算。大家放心，咱们用的都是正经原切肉，师傅以前是大餐厅的主厨，手艺绝对没问题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周大厨吗？几天不见都混到路边摆地摊了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云岸出来的人居然干这种掉价的事儿，
给你介绍下，这是我专门从省城挖来的新主厨赵磊，人家是星级酒店私宴专属主厨，拿过行业西餐大赛奖项的，比某些只会焖头煎肉的野路子正规多了。原来这就是刘总说的前任主厨，我当是什么厉害角色呢？怎么在路边摆摊啊？法餐讲究用餐环境和出品仪式感，你在路边油烟里煎牛排一点档次都没有。星级私宴专属主厨，名头喊得挺旺，稍微懂行就知道这是没有实际履历编出来的名号。你连这个都信？刘建斌，你比我想的还要更蠢一些。周小天，就算不干了，我也是你姐夫。你这张嘴尖酸刻薄了2年，我念着亲戚情分不跟你计较。你现在离了云岸，就是个路边混饭吃的小摊贩，你还有脸在这嚣张？想吃牛排，去后面排着，没看见前面这么多人等着吗？谁要吃你这破地摊的东西？就这种廉价的牛外脊肉，脂肪分布均，连 M3等级都达不到，也敢叫牛排？白送我都嫌掉价，傻子才会吃你这种路边摊的垃圾。老板，39一份是吧？给我来一份黑椒牛排套餐，但要溏心的，意面多放黑椒酱。我就爱吃路边摊，香得很，比商场里某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。好的，客人，请稍等。这位先生，你先是往队伍前面挤，又在这儿大喊大叫的，怎么想吃牛排没带钱啊？要不我请你吃一份，就当欢迎云岸的大主厨来我们小摊子指导了。你请我？你刚才没听到吗？我是楼上云岸法式餐厅新任主厨，5星酒店出来的，我会吃不起你们这破路边摊儿？原来是云岸的大主厨啊，专程跑下来找我们路边摊的茬，怎么？怕我们抢了你们的客源啊？那我更得请你尝一份了，正好当着大家的面说说，你们云岸几百一份的牛排跟我们39的味道到底差在哪儿？没用的东西，连一个小姑娘都说不过，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您的黑椒牛排套餐，请慢用。太好吃了！我的天，这肉质怎么这么嫩，还带着汁水？黑椒酱香味也正，不是那种廉价粉冲的味儿。没想到39这么值，比我上次在商场里吃的180块的牛排强多了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味道绝对靠谱，原切肉假1赔10，别光看热闹了，想吃的赶紧下单。我也要一份黑椒的。哎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往边挪挪，别挡着后面人排队。你别得意太早，就你这破地摊，卫生都不达标，我看你能蹦跶几天。忙活了半天，一晚上也没卖出去几份。第一天出来摆摊，能开张就算了不起了，别着急。回去我再研究一下口味，看看能不能再改良一下。摆摊最重要的确实是口味，只要开了张，口碑就会开始慢慢建立。你的牛排味道那么好，明天一定会有回头客的。没干过不知道，原来原切肉进价这么贵啊！即使是便宜部位，也比合成肉贵几倍。但价格差多少，口感就会差多少，客人一吃就能吃出差别。做牛排肉圆是底线，我们绝对不能为了省钱用合成肉糊弄客人，砸了口碑以后就做不下去了。老板，我们是附近大学的学生，我室友说这边有人摆摊卖牛排，只要39块，是你家吗？闻着味道挺像，我室友带回宿舍里吃，闻着可香了，给我们都馋哭了。39是吧？给我也来一份。听说买牛排还送免费甜品，老板，现在活动还有吗？有的，现在下单都送隔壁甜品摊的小甜品一份。牛排都是现煎的，师傅以前是豪华西餐厅的主厨哦，绝对让你吃完就忘不了。西餐厅前主厨竟然在路边给我们煎牛排，这反差也太有意思了。回去跟同学们都说说，让大家都来尝尝。就是，先拍视频发到咱们同学群里。3份黑椒牛排套餐。哇，这肉质也太嫩了吧，黑椒汁香的不行，完全不像路边摊能做出来的水平啊！39块钱能吃到这口感，比西餐店划算太多了。以前我爸带我去的正经餐厅，吃一份得小几百呢。回去我就发朋友圈，再喊上室友，明天咱们组队再来。这波简直是挖到宝了！之前那几个大学生回去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附近的年轻人听说路边摊就能吃到法式餐厅的豪华料理，都跑来尝鲜了。
周老板，生意兴隆啊！今天比前2天忙了好几倍，这队排的就没停过。这排队买什么呢？说是路边摊吃法式牛排，才39块钱。刘总，不好了，大堂有位老食客投诉牛排口感有问题，说跟以前差远了，怎么劝都不肯走，还说要找负责人出来给个说法。严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您吃得不愉快了，是我们后厨的问题，我给您赔个不是。让你们主厨过来，我问问他这牛排是怎么煎成这个样子，肉柴的塞牙，酱汁的黑椒味冲得发苦。我在你们家吃了3年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低级问题。严先生您好，我是云岸的主厨赵磊，我们的牛排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制作的，食材也都是正规渠道的。你是主厨？看来你们云岸是真的大换血了，主厨换人，连肉都跟着换了。可能是您今天口味状态不太一样，我们都是正常出品的，这根本不是之前用的菲力。还有这煎制的手法，连基本的醒肉都没做，汁水全流失了。对不起，严先生，我马上去给您重做一份，您稍等片刻。你到底会不会？严先生，今天是我们后厨失误给您带来这么差的体验，这餐全额给您免单，另外给您会员卡里补2张双人品鉴餐券。免单就不必了，我不差这一顿饭钱。你们人员变动、原材料变更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但我吃了2、3年的味道，突然变了样，这也是事实。要是云岸以后都这个水平，这卡我也没必要再用了。以前小天在的时候，严先生几乎天天来吃，宴请也安排在云岸，从来没出过这么严重的投诉。这个赵磊才来几天，就让老客户吃出了差别，本事跟小天比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还站在这儿丢人现眼，赶紧滚回后厨盯着去，花大价钱把你挖过来，不是让你给我砸彪子的。再出一次这种差错，你直接卷铺盖走人。那是严先生，他是云岸的钻石卡客户，以前3天2头来吃，一顿饭随便点都大几千。这种级别的熟客怎么会来吃路边摊？听到了吗？队伍后面那个人是楼上云岸法式餐厅的钻石卡，人家大佬都来吃这种路边摊，说明咱们家牛排的味道肯定差不了。给我来一份39元的黑椒牛排套餐，5分熟。严先生，您的黑椒牛排套餐，请慢用。好，很好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路边摊竟然能做出这个水平，真应该端上去给云岸那个所谓的主厨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牛排。这肉用的是普通牛外脊，便宜肉，成本摆在这儿，但处理的有巧思，提前做了嫩化断筋，煎的时候火候卡得准，醒肉的步骤也没省，肉汁都锁在里面。我的天，还真是个懂行的老徒，看来刚才在楼上肯定是没吃顺心，才顺着香味找下来了。还有这黑椒汁儿，比例调得太扎实了，是用牛骨汤熬的底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国内西餐厅常见的改良版，是正宗的法式调法，带点淡淡的白兰地香气。听见没？黑椒汁是牛骨汤熬的，39块钱吃到这种水平，赚大了。这个煎制的手法暂且不说，但这种法式黑椒汁儿，我在国内只在一个地方吃到过，那就是云岸。你就是云岸法式餐厅原先的主厨，对不对？云岸就是对面商场顶层那家高档西餐厅。我上次跟朋友进去逛了一圈，看菜单，一份牛排300多，随便点几样就上千了，普通人谁能吃得起啊？我之前还以为摊主说自己西餐厅前主厨是摆摊的噱头呢，合着是真的啊！还是云岸那种豪华大餐厅的主厨。39块钱能吃到云岸主厨亲手做的牛排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之前还怕是合成肉不敢买呢。瞒不过您，我之前确实在云岸做主厨，
一直待在后厨出餐，没机会跟您打照面。但您是老主顾，您刚才点的5分熟，跟您以前在云岸吃的熟度是一模一样的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份黑椒牛排，39块就能吃到楼上几千块的同款手艺，这也太值了，我一定得尝尝。我要2份7分熟，1份我自己吃，1份给我对象带回去。难怪闻着这么香，原来是大厨师的手艺。大家别挤，都有份儿。牛排都是现煎现做，保证每一份都是周师傅亲手煎，味道跟大餐厅一模一样。你这手艺窝在路边地摊太可惜了，我手里正好有个门面，就在这条商业街的路口，位置不差，你去开个店，我投资你，怎么样？多谢严先生看得起，但我现在觉得摆摊也有摆摊的学问。我要是连个路边摊都做不明白，就算接受您的扶持开了店，我也站不稳。行，你煎的牛排和你的人一样有心气儿。现在这个世道，有本事还不浮躁的年轻人太少了。以后真遇上难处了，随时可以找我。看看你的好弟弟，专门跑到我餐厅楼下来给我添堵，存心跟我过不去。现在好了，全街的人都看我笑话。小天就是一时气头上跟我们较劲呢，摆摊风吹日晒的，又辛苦又赚不了几个钱。过2天新鲜劲过了，自然就不干了。你这个当姐夫的，不用跟他一般见识。刘总，您别生气，周小天那儿人多有什么用？一份才卖39块钱，就算他从早煎到晚，累死累活一晚上能赚多少？咱们店里随便一桌的账面就抵他干2天了。说的也是，摆个破地摊也想跟我斗，他也就这点出息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这路边摊能蹦跶几天。周小天，忙了一晚上了，算过今天营业额没有？今晚云岸包间那桌客人开一瓶拉菲就8800，你站一整晚赚的也就够我一桌饭的零头，犯得着在这儿继续遭罪吗？听姐一句劝，别犟了，摆摊风吹日晒的，天天站着熬到半夜，钱没赚到多少，再把身体累坏了，得不偿失。你跟你姐夫低个头，回去好好上班，总比在这受罪强。就是，真以为支个破吞车就能跟云岸叫板了？我现在管着整个后厨，手下光学徒就5、6个，天天做的都是上千块的私宴套餐，哪像你在路边跟小吃摊挤着，真掉价。别理他，早点收拾完回去休息，明天一早得去批发市场挑新货，晚了好部位就被挑走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想跟刘总对着干，你就是把手累断也够不着云岸的脚趾头。有这功夫硬扛，还不如回去跟刘总赔个不是，说不定刘总心善，还能给你留个打和的岗位。今晚严先生从楼上下来，直奔我摊位上吃了份牛排，连吃带夸站了10分钟。你觉得他以后还会踏进云岸的门吗？钻石卡客户流失，这就是你的成绩。哎呀，赵大厨可真是本事大。严先生听是在云岸吃了3年的老熟客，您才上任多久就给人逼得下楼吃路边摊牛排？这赶客的本事，一般人还真学不来。还有热心肠的刘总，特意跑下来关心我们的小生意。我们本来就是捡你们大餐厅剩下的散客赚点辛苦钱，只是没想到啊，你们留不住的客人居然这么多，都排到马路牙子了。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就滚，别挡着我们收摊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给你脸了是吧？哎，一个摆地摊的泥腿子还敢这么嚣张？我看你是不想在这条街混了。周小天，你疯了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周小天，我这新裤子新鞋，意大利进口真皮的鞋，好几千块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刚才说了，让你们滚，你们自己不滚，站在这儿挡路，见到了怪谁？明明是我们对不起小天在先，他现在只是在楼下摆个小摊儿，你还不依不饶，何必呢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我这个当姐夫的被你弟当众泼水，你就站旁边看热闹？你到底是哪边的？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。现在生意越来越好，一直用牛外脊不是长久办法。便宜部位的肉有口感上限，再怎么做也提不了档次。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，今天咱们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合适的部位，找找性价比高的货，实在不行稍微提点成本。现在正是打口碑的时候，不能让客人觉得咱们就这水平。那不是给你供货的老侯吗？怎么跟人吵起来了？
走，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老侯一向实在，很少跟人红脸，估计是遇上难缠的了。你们到底是不是正经做生意的？之前周主厨在的时候，选肉比谁都细，说选不好回去要挨骂，要对客人负责。现在倒好，专挑最便宜的边角料买。那个周主厨早滚蛋了，采购现在都是刘总做主。我们刘总说了，降本增效，让你给我们配点仿真度高的合成牛排，要有原切纹理那种。想要降低成本，谈价格可以，我们有长期合同。但是拿条例肉冒充原切，我老后做了10几年鲜肉生意，不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。侯老板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云岸可是你最大的客户，你不做，有的是人抢着做，到时候丢了大单，可别后悔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想通了再给我打电话，我还有急事先走了。侯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云岸那边越来越过分。既要压价，又要我供劣质肉，我不答应就拿终止合作威胁我。我做了10几年生意，口碑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侯叔，我们都懂，也都支持您。侯老板，既然您跟云岸合作不痛快，不如多考虑考虑我们。我们小天牛排摊现在生意越来越好，以后订货量肯定越来越大，不比给云岸供货差多少。我在云岸的时候，咱们合作一直很融洽，现在我自己单干。想跟您长期合作，您要是能给个实在批发价，我以后就固定从您这儿拿，量只多不少，绝不拖欠货款。你们俩啊，别在这一唱一和的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，赶着过来抄底是吧？自从你走了之后，云岸那边的订货量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你这边的订货量倒是越来越稳。你懂肉，也守规矩。说到底，我以前也算是隔着云岸跟你做生意。这样。以后给你按最低批发价，你要什么部位多厚的切法，我都提前给你切好装好，账期也给你放宽半个月，你就专心做好你的牛排，肉圆我给你兜底。多谢侯大哥信任，你放心，我这儿只会越卖越好，绝不让你吃亏。今天新上了黑椒蒜香和蜂蜜叶茂2种口味，配菜可以选意面或者烤时蔬，套餐价不变，加量不加价。那我要换蘑菇酱的，再加1份意面。上次吃了你家牛排，我办公室同事都问我在哪儿买的，今天特意带他们几个一起过来尝尝。小周老板，给我来2份黑椒的，其中1份意面换烤蔬菜。好嘞，2份黑椒，1份配烤蔬菜，马上好。我上周就来吃过一次，回去惦记了好几天，今天特意绕路过来。听说加了蒜香口味儿，必须试试。再加个煎蛋。今天一开门就排上队了，好多都是之前来过的回头客，还有不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。咱们这口碑算是在周边传开了。老侯供的肉稳定，品质跟得上，新增的口味和配菜都是提前调试过的。只要出品不翻车，回头客只会越来越多。你自己看看。今天一上午就退了5单，还有3桌客人投诉牛排口感发柴，酱汁发苦。开业3年都没出过这么多问题，你到底能不能干？刘总，真不是我手艺不行，是现在的肉源跟之前差太远了。之前用的原切肉肌理好，汁水足，现在换的这批肉纤维粗，嫩度不够，煎的时候火候很难把控。少拿肉源当借口，我花高薪请你过来，不是让你天天找理由的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肉的品质摆在这儿。当初云岸刚起步的时候，资金不足，也用过这种便宜的臀腰和外脊肉，但周小天就有办法把便宜的东西做出贵的口感，就这样积累起的口碑。唉，说到底还是赵磊不行。行了，别在这儿废话，赶紧想办法调整腌制和煎制的手法，把口感往回找补。要是再这么天天退单投诉，餐厅的名声都让你败光了。你过来看看，这牛排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把你们主厨叫过来，800多一份的牛排里面居然有塑料丝！你们就是这么做高端餐饮的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后厨处理食材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，我们马上给您换1份，这餐给您全额免单，您看行不行？我几百万粉丝，今天特意过来打卡你们家招牌牛排，就吃出个塑料丝儿，以次充好，这是食品安全的大问题，你们等着吧。刘总，昨天那个阿兵发的视频已经上本地热门了，
今天一上午就有4位会员打电话过来要退卡，午市上座率比上周跌了快30%，好多老客都不来了。让你去盯着楼下那个牛排摊盯得怎么样了？我找人蹲了2天，他们家从中午到晚上一天能卖200多份套餐，客单价40多，日流水快有8、9千，差不多快赶上咱们午市营收的一半了。什么？一个破路边摊儿，流水居然快赶上我午市的一半？不可能！你还有脸在这站着？网红吃出义务的事捅到网上，现在全城都在看咱们云岸的笑话。老客户退卡，上座率暴跌，你就是这么给我管后厨的？后厨忙起来出点小纰漏很正常，多给客户一点补偿，尽量把客户都留住。尽量，必须留住。留不住就都像严敬山那样，一个个都跑到楼下吃地摊了，一天天净给他送客户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客户离了咱们店，就非得去周小天那边吗？他跟咱们怎么比？咱们好歹是正规门店，有营业执照，有卫生许可，再怎么样也比楼下那种路边摊强啊！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路边摊儿，最大的死穴就是资质。咱们就算留不住这些客户，也不能再给周小天的路边摊送去。咱们店里出问题，我要让他也干不成。接到群众举报，你们摊位涉嫌占道经营，按照规定需要暂停营业整改，相关手续补齐，审核通过之后才能重新出摊儿。您好，我们不是随便乱摆的，这片夜市不是归商会统一管理吗？我们之前已经在商会统一备案了，所以没想着单独办手续。商会只管场地协调，经营资质需要商户自己办理。你们先停业，把手续补齐，再出来摆，提交审核就行，1星期左右就办完了。别愁眉苦脸的，这片夜市本来就是商会规划的天变名点位，就是差个备案手续而已，我们一起去办。你不是还想看看附近的铺面吗？正好趁着功夫，我们去多看几家。刚把口碑做起来，生意正好的时候被人举报，摆明了是有人故意找茬。50万也太贵了吧？我们就是想做个小餐饮，走亲民路线，转让费能不能再便宜点？便宜不了，这片的铺面都是这个价，想开店的人多的是。我这店挂出去没几天，好几波人来看过了。要不是我家里有事急着回老家，这个价我都舍不得出。我们再考虑考虑，回头有需要再联系你。问了好几家，最低的也要20万转让费，还必须全款现结。咱们手里的现钱都进货买设备了，连转让费都不够，更别说装修和配货了。是我想简单了，商圈核心地段的铺面，价格确实下不来。开店的事先不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咱们先把备案手续跑下来，先把摊子重新摆起来，生意稳定了，再慢慢攒钱找铺面，总能遇到更合适的。楼下那个破摊子终于被关停了，我就说他蹦跶不了几天，没证没手续的路边摊还敢跟我对着干，简直是自不量力。还是刘总您有办法，一个举报电话就给他关停了，连着整条街的摊都给关了。没有这些路边摊抢生意，咱们餐厅的客流慢慢就能回来。刘总，好消息，商会发了通知，要起办本地美食节，会长秦四海会亲自考察本地的餐饮门店，选出来的优质商户能拿到美食节的核心展位，还有官方宣传资源。秦四海，就是那个手底下管着市中心整个商圈的秦四海。咱们云岸是本地最高端的法式餐厅，只要秦会长过来考察满意了，咱们肯定能拿到重点扶持，到时候彻底坐稳本地西仓头把交道都没问题。都给我仔细点，桌子摆齐，餐具全部换全新的古瓷套装，花叶换成最新鲜的进口玫瑰，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，墙角桌底一点灰尘都不能有。门口的迎宾岗加派2个人，秦会长过来的时候必须全程引导，礼数要做足。秦会长第一次过来考察，必须给人家留个最好的印象。品鉴宴的菜全部用最高等级制的食材，每一道菜的摆盘和出品都按私宴标准来，尤其是招牌牛排，必须拿出你全部的本事，火候酱汁不能出一点差错。刘总，您放心，我肯定拿出12分的本事，把品鉴宴做得漂漂亮亮的，每道菜都精益求精，保管秦会长吃完赞不绝口。这次考察要是成了，
咱们云案以后就能拿到官方资源，彻底坐稳本地西餐头把教育。秦会长，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和牛牛排，是我们主厨特意为您定制的手肚，您尝尝看合不合口味？我吃不惯这些洋玩意儿，腥了吧唧的，也没什么味道。我那边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秦会长，您这就走了？后面还有好几道招牌菜没上呢，您再坐会儿，尝尝别的。不用了，吃着难受。我兄弟严敬山之前跟我说，他常吃的那家云岸洋玩意儿的主厨让人挤兑走了，现在在路边摆摊儿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刚才找了一圈，怎么一个摊儿也没有？底下的人说，这片的摊位最近被人举报无证经营、占道经营，一条街的摊位都暂时停业整改。那家小天牛排摊也在里面，好几天没出摊了。不过，这片区域是咱们商会管理的，咱们都给摊主们统一提交过备案，规划和卫生也一直都没问题。如果不是恶意举报的话，这次不会突然来查，也是咱们没做到位，缺了几样手续，派人出面协调一下，帮摊主们尽快把手续补齐，争取明天就让他们恢复营业。秦会长，严先生似乎很看重那个小天牛排的摊主，您既然也这么关心，要不要单独给他一些扶持？先不用，明天出摊了，你跟着我过来看看，就咱俩，不用带其他人跟着。我倒要尝尝老严蹲在路边也要吃的牛排，到底有什么名堂？小天老板，可算等到你重新出摊了。我这几天路过都空落落的，就馋你这口牛排，今天一下班就过来吃了。多谢您来捧场，稍等2分钟，牛排马上好。就是啊，这周边小吃摊那么多，就你家味道最正，用料也实在。这么难找的路边摊可不能说关就关。以后谁再来查你，我们这帮老顾客都帮你作证。谢谢大家这么记挂我们，这次手续都补全了，以后就稳定出摊了，大家随时来都能吃上。说真的，就算哪天周老板推着车要换地方，我们也跟着车跑，跑到哪儿吃到哪儿，反正就认这手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周老板你手艺这么好，总摆摊也不是长久之计，风吹日晒的，遇上刮风下雨还出不了摊儿，干脆攒钱盘个正经门面，我们坐着吃也舒服，你也不用遭这份罪。确实有盘店的打算，不过附近的铺面租金转账费都不便宜，得慢慢来，先把摊子稳住，以后有钱了再说。周老板，我把你重新出摊的消息发在我们美食群里了，群里好多人都说要过来吃，你可得多备点货，别到时候卖完了让大家白跑。放心，货备足了，一定让大家都吃上。会长一向不爱吃西餐之类的洋玩意儿，今天竟然全都吃完了。这小天牛排摊儿还真有点东西啊！你自己看看，现在午市连3桌客人都凑不中。以前这个点大堂早就坐满了，现在冷冷清清的，连服务员都闲得发慌。客人不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我上街去拉人吧？还不是因为你做的菜难吃。自从你接了后厨，退单投诉就没断过，老顾客一个个都走了，全跑到楼下去吃地摊了。我花那么高工资请你过来，就让你把店干成这样的？什么高工资？不就是和周小天一个价钱吗？人手比那时候少，连之前的原切肉边角料都比不上，你凭什么拿我跟周小天比？我让你想办法调整口味，你倒好，全怪到食材头上了。本来就是这个理，你要么换好肉，要么给我涨工资，我再想办法改良配方，不然就现在这个条件，我也只能做成这样。实在不行我就辞职走人，你另请高明吧。现在店里营收根本撑不起，再去别处挖个主厨。赵磊要是真走了，后厨直接瘫痪，到时候就彻底完了。该死，赵磊竟然趁这种时候要求我涨20%。行，但是你给我记着，涨了工资就得拿出对应过来，把客人给我拉回来。要是再天天这么冷清，你立马给我滚蛋。刘总，您放心，涨了工资我肯定好好干，马上就调整腌制配方，尽量把口感提上去，绝对不让您失望。周小天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咱们之前看中的那家临街铺面，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了。哪家铺面？就是咱们最中意的那家。老板说现在着急转手，处放费可以先给10万，问咱们要不要。10万？之前最低都要20万，都要一次结清，怎么会突然降了一半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
你们可算来了！我这店急着转让，价格就按电话里说的，先给10万，剩下10万1年之内付清，里面的基础装修都能用，接手就能直接收拾着开业。老板，您之前不是说必须全款吗？怎么突然又愿意分期了？我急着回老家嘛，干等着也不是办法。后面你们先用着，回头赚了钱再慢慢还我剩下的。房子我们之前就看中了，格局合适，大小刚好够我们用。就是首付交完，剩下的钱刚够买设备进货，后面10万尾款得靠开店赚出来，压力不小。我也觉得挺合适的。咱们摊子现在的流水稳，有了店面更多一份稳定，好好干1年肯定能还清。错过这村没这店了，先拿下再说吧。行，我们接了。会长，事情都办妥了，以商会的名义出面做担保，原店主答应分期了，1年之内能付清转让费就行。手续都按正常流程走，没让周小天察觉。这样就够了。年轻人有手艺有心气，就是缺个起步的机会，剩下的看他自己的本事。可算开店了，以前在路边蹲着吃，现在终于有正经店面了，坐着吃也舒服多了。妹子，现在开成门店了，价格没变吧？可别涨太多，我们可都是冲着39块的套餐来的。叔叔您放心，经典黑椒牛排套餐还是39块，1分钱没涨。不光价格没变，菜量也跟以前一模一样，绝对不偷工减料。这老板真是实在，换了别人盘下门面，怎么也得涨个10块8块的，人家居然原价卖，难怪生意这么好。老板，味道跟以前摆摊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这价格能在店里吃，简直太值了。好吃常来。今天人也太多了，比摆摊的时候还火，好多老顾客特意赶过来捧场，还有不少是路过看见新店开业进来尝鲜的。别慌，按顺序来，保证每一份都煎到位，不能砸了招牌。周老板，以后可不用怕刮风下雨了，我们也能常来做。就冲你这实在劲儿，我以后吃牛排就认你家了。刘总，我想了个办法，咱们也推出低价牛排套餐，跟楼下周小天对着干，他卖39，咱们也卖差不多的价格，把客源抢回来。你脑子进水了？咱们云岸是什么地方？是全市最高端的法式餐厅，搞30多块钱的低价套餐，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们？这么多年攒下的高端招牌，你一句话就想给我砸了？可是现在客人都往楼下跑啊，咱们放着低价市场不抢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一天天冷下去吧？滚蛋！这事儿想都别想。云岸走的是高端路线，绝对不可能搞这种廉价套餐掉价。哼，你少在这儿出馊主意，有功夫多想想法子，把高端菜的口味提上去，把老客人拉回来。这牛排300多一份，口感还发柴，酱汁也没什么香味儿。我上次在楼下吃的39块钱的牛排，都比这个好吃。楼下那家新开的小天牛排嘛，味道确实不错，价格还不到这儿零头。要不是客户指定要来这种高端餐厅撑场面，我才不来这儿花冤枉钱。你们家牛排确实不如楼下那家实惠，味道也不如以前，以后估计来的少了。刘总，商场刚发的正式通知，下个季度的商铺租金还要再涨8%，咱们本来成本就高，这一涨压力更大了。刘总，好几家食材供应商都在催款，说咱们已经拖了快2个月了，再不结账就停止供货了。还有这周又有10几张会员卡申请退卡，老客户流失的越来越厉害。够了，都滚出去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你之前说的推出低价牛排套餐的事儿，到底有没有把握？成本核算过没有？
刘总，您之前不是说自降深造吗？又改主意了？就按你说的办，但是成本必须压到最低。套餐就用最便宜的调理肉做，酱汁也用成品酱，最大限度压缩成本，保住利润。定价就定39块，跟楼下一模一样。明白，我马上就去安排，明天就能把套餐推出来。他周小天敢卖39，我就也卖39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价格优势，周小天还拿什么跟我斗？今天情况不对，往常这个点门口早排上队了，现在连平日一半的顾人都没有，是不是附近又开了同类型的店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从上午开门到现在就没几单，常来的老顾客也没见几个露面。我出去打听打听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先盯着店里的出餐。你刷到朋友圈没？楼上云岸法式餐厅现在也卖39块的牛排套餐，人家那可是开了豪年的高端西餐厅，以前一份牛排300多，现在跟这儿一个价。我下午打算过去尝尝鲜。我也看见了，说是限时活动，环境比这儿好太多了。花一样的钱，谁不想去大餐厅坐着吃啊？我明天也约朋友过去凑个热闹。我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云岸也推出39元牛排套餐了，好多人觉得以前300多的东西现在卖39是占大便宜，全跑他们那儿吃去了。刘建斌终于坐不住了，连经营好几年的高端招牌都不要了，开始靠打价格战抢生意。那咱们怎么办啊？这一上午营收差了快一半，再这么下去，老顾客都要被抢光了。不用急，他用的什么肉源咱们心里有数，这种靠偷工减料撑起来的低价，撑不了几天。咱们照常做咱们的，客人吃了自然有回报。果然还是价格战最管用，39块钱就能进高端西餐厅，傻子才去楼下那小破店吃，这才第1天就坐满了。再过几天，周小天那小店就得关门大吉。刘总，今天午市翻坛率比上周翻了3倍，门口还有20多号人在等位，39元的套餐点单率占了80%，营收直接涨回来了。知道了，去跟后厨说一声，加快出餐速度，别让客人等太久。门口等次的客人给递点柠檬水，服务都给我跟上。哼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我这儿有环境有品牌，同样的价格，你拿什么跟我抢？煎快点行不行？外面都催单催疯了，这点活都干不利索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赵主厨，这调理肉太薄，火开太大容易糊，我不敢开太猛的火。糊不了就赶紧煎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以前周小天在的时候，你们也这么磨磨蹭蹭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后厨我说了算，都给我麻利点儿，摆盘好看点儿，毕竟是咱们云岸出品，别弄得跟楼下地摊似的。这次低价套餐能成，全靠我当初给刘总提的好建议。等这事儿彻底成了，你们都跟着我沾光。那是，还是赵主厨有办法，一来就解决了店里的客流大问题，比之前的主厨强多了。周小天啊，周小天，你摆摊再厉害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一个点就打趴下。小周啊，你这店生意越来越稳，订货量每周都涨，我当初就没看错你，你肯定能干起来。对了，我今儿过来的时候路过商场，听说云岸也在卖39块的牛排，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昨天正式开始推的，确实抢了咱们不少客人。我就说嘛，这都快1周没进货了，我还纳闷怎么回事，合着是搞低价套餐去了。这么说的话，他们现在用的肉根本不是我家的货，连之前那种便宜肉都不用了。不用你家的，那他们用的什么肉？他们找了外地的小供货商，进的全是最便宜的合成牛排，一箱才几十块钱，一片成本合下来不到5块钱，跟原切肉根本没法比。刘建斌这是自寻死路，他之前靠高端定位撑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为了抢生意用劣质肉砸自己的招牌，等客人吃出来不对劲，他连最后一点口碑都保不住。可不是嘛，做餐饮说到底靠的是食材和味道，玩这种偷工减料的花招长久不了。我跟你合作就放心，你懂肉不糊弄客人，咱们长期做下去比什么都强。我就说他撑不了几天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，用劣质肉骗客，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他云岸的名声就彻底臭了，到时候想翻身都难。咱们不用管他，把自己的出品盯紧就好。老侯那边肉源继续稳住，每一批货都要查清楚品质，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。你放心，我给你供的肉每一块都能溯源，绝对都是正经原切好肉，跟他那种廉价货不是一个档次。我现在都有点期待了，等客人吃出来差别，看刘建泽怎么收场。别光顾着看热闹，今天把套餐里的配菜再优过一下，咱们靠口味留客，比什么都靠谱。
这就是云岸的牛排，也太难吃了吧！肉吃着面面的，一点肉味都没有。酱汁就是现成的甜面酱味儿，还没楼下小天牛排家一半好吃。白瞎我特意排队半个多小时过来。我也觉得肉嫩的不正常，一看就是放了好多嫩肉粉。本来以为高端餐厅降价是捡便宜，合着是换了破肉糊弄人，这也太坑了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我充了2万的会员卡，你们就给我吃这种东西？以前的和牛牛排换成这种廉价破肉。云岸现在是自甘堕落，做低端快餐了。先生，您消消气儿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活动套餐。您要是想吃以前的高端牛排，也可以单点，品质还是跟以前一样的。一样什么一样？你们连肉源都换了，谁知道高端的是不是也掺假了？我卡上还有1万多余额，给我退了。以后我再也不来你们家了，丢不起这个人。好厉害！刘总，今天一上午就有20多个老会员过来退卡，都说咱们自降身价，砸了高端牌子，以后不想再来了。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不懂得安抚客人吗？就让他们退卡。客人执意要退，张伟他们说什么也没用啊。我不管，你们说什么也得拖住。我这是储值卡，不是想冲就冲，想退就退。您看，网上的差评已经炸了，全是说咱们39元套餐难吃的，说肉是合成的，酱汁齁咸，打着高端餐厅的幌子卖劣质肉，店铺评分直接从4.8掉到3.2了，还在往下掉。这不就是便宜点的肉吗？至于这么多差评？还有老客那边也实在是压不住了，客人说如果不退卡就要打电话投诉我。刘总，后厨退单的太多了，好多客人吃一口就要求退钱，说还不如路边摊好吃，还拍了照片发网上，说咱们用合成肉冒充原切，已经有人说要举报咱们了。刘总，发到网上的帖子我也刷到不少了，评论区里都是证实的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们，还组织了维权联盟，说要一起找我们退卡。都怪你这个废物！你不是说没问题吗？你告诉我合成肉如果处理得当，普通人就吃不出来，现在全吃出来了！你给我想办法！我哪知道客人嘴这么刁啊！39块钱还想吃出和牛味儿？再说本来就是低价套餐，1分钱1分货，他们自己贪便宜怪谁呀？你还敢说？老客人都要退光了，高端客户嫌咱们掉价，新客户嫌咱们难吃，现在两头不讨好，全是你出的馊主意！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高端招牌走了，低价也没打，这下该怎么收场？自从小天走了之后，店里就一天不如一天，早知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当初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小天赶走。你还好意思说这种话？周小天是你亲弟弟，他当初拎着箱子走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拦住他？年会上他闹成那个样子，你要是能拉住他，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当初是你拍着桌子要开除小天，是你说他就是个煎牛排的，外面随便找个厨子都能顶替他的位置。现在店里出事了，你反倒怪我。我当时劝你多少回，你听过一句吗？赶他走是我的主意，但要不是你弟弟非要跟我对着干，专门跑到我楼下去摆摊抢生意，店里能变成现在这样，全是他故意搅局，把我的客人都抢走了。明明是你吞了小天600万的分红，过河拆桥把人逼走，现在反倒全怪到他头上。小天的手艺什么样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以前店里哪出过这么多退单投诉的乱子？行了，别在这儿翻旧账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废物，明天就把赵磊那个废物开了。他除了会吹牛皮，什么用都没有。好好一个后厨，让他管得一团糟，连个牛排都煎不明白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现在店里不能没有主厨。赵磊要是走了，后厨直接就停摆了，客人来了连菜都上不了，那时候才是真的彻底完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家店黄了。
你是周小天的亲姐，你去求他，让他回来上班。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，分红的事儿也可以再商量，只要他肯回来救场就行。让我去求他？小天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求他有什么用？当初被你伤成那个样子，他怎么可能愿意回来？你是他亲姐，他总不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。你必须去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都得把他给我请回来。这家店要是垮了，你就等着跟我一起睡大街吧。小天，忙呢，姐过来看看你。有事就直说吧，我这边忙着呢。有些人真是有意思，当初把人一脚踹开的时候，多威风啊！现在走投无路了，让老婆出来求人，自己躲在后面当缩头乌龟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？可不是嘛，过河拆桥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有今天？求人也没个求人的态度。我要是干了这么对不起别人的事儿，非得跪在地上扇自己脸，才好意思求人再帮忙。人家哪能拉得下这个脸？觉得凭着点亲戚关系，说两句软话，人就又得乖乖回去给他卖命。可惜我这人记性好，当初受的委屈，半分都忘不了。姐，他自己没脸过来，就让你过来当说客，是不是？小天，姐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云岸毕竟是咱们一家人的心血，现在店真的快撑不住了，你就当帮姐一个忙，回去救救云岸好不好？姐，小时候你最疼我，爸妈走得早，都是你在照顾我。可自从嫁给刘建斌那个败类之后，你就变了。他吞我分红，赶我走的时候，你都没站出来替我说一句公道话。现在我自己的店已经开起来了，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过日子。姐，你不用再夹在中间受气，你要是愿意，随时可以过来我这边，我能让你依靠。慧姐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你也该好好重新考虑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想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？你看，咱们小天牛排店正式获得美食节参展资格了，海报上都印出来了。这就是我给你推荐过的小天牛排店，我经常去他家吃牛排，味道特别好。这次参展肯定能拿好名次。这次美食节还设立了美食王大奖，拿到奖项的店铺能得到100万的奖金呢。你们家牛排味道这么好，绝对是这次美食节最大的看点。我看美食王大奖非你莫属，等拿到100万奖金，就能搞更大的店面了，说不定以后比楼上的云岸还强呢。一个破路边店也配拿美食王，简直是笑话。咱们云岸也是参展店户，居然提都没人提一句，真是一群瞎子。100万，对以前的云岸来说就是1个月的营业额而已，现在却是一笔可观的周转资金，至少能填填租金的坑。而且美食节拿奖能拯救一下云岸的口碑，这个奖我非拿不可。刘总，你看海报上的首席评审嘉宾国际法大师林怀义，你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吗？不就是个老头子吗？林怀义可是早年第一批闯入国际西餐大赛的华人，手里的奖杯数不清，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。干西餐这一行的都知道，刘总你没听过？我管他什么大师，你赶紧回去给我准备参赛菜品，我们云岸必须拿下这个美食王大奖。刘总，查到了，我全都对上了。周小天就是海报上那个首席评审嘉宾，林怀义的亲传弟子。你说真的？就他那个衰样，能是国际级的大师徒弟？我之前就偷偷查过周小天的履历，只知道他在上京的师傅姓林，我当时以为就是个普通的后厨老师傅。今天在宣传班看见林怀义的名字，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一查果然就是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记得周慧师说过周小天的恩师姓林，但如果真是这么厉害的大师，以周慧那个性子，肯定天天挂在嘴边念叨。你看这张照片，10年前的国际法餐大师赛冠军合影，站在林怀义身边的年轻徒弟就是周小天。我当初居然把这么有背景的厨师给赶走了。要是周小天还在，这次美食节对云岸来说是多大的优势啊！别说拿奖了，以后餐厅的档次都能借着林怀义的名气再上一层。大师的徒弟又怎么样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美食节比的是菜品，又不是靠山，难不成还能直接把奖颁给他？林怀义是首席评审，话语权最大。周小天本身技术就过硬，又跟着大师学了那么多年，实话跟您说了吧，真要打擂台，我根本赢不了他。废物，还没比呢，你就先认输了？我花钱请你过来，是让你解决问题，不是让你长他人志气、灭自己威风的。你抓紧时间研制新口味，多搞点花样出来，争取出奇制胜。牛排煎好点，
别再给我出纰漏。别的事儿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安排。知道了，刘总，我这就去后厨调试新配方。这是我们调试的本地酱香口味牛排，麻烦您尝尝，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。这个口味好啊，带点咱们本地酱肉的香味儿，比纯黑椒的更合咱们本地人胃口。吃不惯西餐的人也能接受，我觉得可以正式上。味道是不错，就是稍微咸了一点点，再淡一点就更完美了。好的，您的建议我们记下了，我们回去再调整一下咸度。这次美食节的大奖有100万奖金呢，有了这笔钱，我们真的可以扩张店面、升级设备了。周老板对这个美食王的称号有信心吗？就是把手里这块牛排煎好，把每一份出品都做到位，让来吃饭的客人都能吃得满意。别的虚名没那么重要。周老板太实在了，现在像你这样踏踏实实做菜的厨师太少了。你放心，美食节的时候，我肯定发动身边所有亲戚朋友都去支持你，就冲你这份心思，这个美食王也该你拿。我也是，我要把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叫去支持小天牛排。你看，这不是追名夺利，是群众们的期待呀。多谢大家抬爱，我一定好好煎牛排，不辜负大家的支持。欢迎参加本次美食文化节，请遵守现场秩序，文明就餐。筹备都还顺利吧？有什么问题随时找现场工作人员。商会这边都会给协调，试吃分量也不用省，敞开了给大家尝。秦会长放心，都备足了。这次美食节有很多皖省特意赶过来的观众，我们肯定不能丢咱们本地餐饮的脸。去跟各个展位的老长说了吗？让大家不用担心试吃的成本。商会作为主办方会报销所有展位的原材料成本，让大家放开给现场观众们试吃。好的，秦会长，事先已经通知过店主们，我现在再去各个展位。慢用。这小天牛排的队伍也太长了吧！我刚才逛了一圈，就他家排队的人最多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可不是嘛，我特意早过来半小时，就是为了排他家的牛排。平时去店里都要排队，更别说美食节了。你倒是招呼人啊！没人过来，你不会喊2声吗？你看看对面，再看看咱们这儿，丢不丢人？我喊了，没人愿意过来，大家都奔着周小天去了，根本没人注意咱们的展位。来了，这就是那个奖金100万的美食王大赛。100万啊，可不是小数目，每个店主肯定都拼尽全力想赢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本次本地美食节的美食王评选环节。所有参赛店铺的作品都已经摆到台上了，接下来我们会由评审团依次品鉴打分，最终选出本届的美食王。我觉得最后拿奖的肯定是小天牛排，人家那味道没得说，我吃过好几次。我也觉得是，你看今天展位上的人气，小天牛排甩其他店好几条街，美食王实至名归。那当然是小天牛排了，这还用问吗？毕竟这个大奖人家早就内定好了，咱们所有人都不过是来陪管的罢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比赛还没开始呢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们不知道，这次的首席评委嘉宾林怀义林大师就是周小天的师傅，徒弟参赛，师傅当评委，这结果还用说吗？不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，最后获奖的肯定是他。我说怎么一个路边摊能拿到参展资格？原来背后有这层关系啊！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咱们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久，合着都是陪人家玩的。就是啊，有师傅当评委，那还比什么呀？直接把奖颁给他，不就完了？浪费大家时间。虽然小天牛排确实好吃，但如果真是这样的比赛，对其他店主确实不公平。我觉得应该不会吧？但是那个小天牛排的老板怎么也不站出来解释呢？周小天，你可别冲动。刚才起哄那人的声音一听就是刘建斌，等会儿我去找会长反映情况，让他出面解决。我还以为林怀文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师呢，结果教出来的徒弟就是个路边摆摊的，什么大师啊！
我看也不过如此，搞不好这个国际会法餐大师的名号也是假的。就是，师徒俩联手演这么一出，不就是为了给徒弟的小店造势吗？根本就是他们家的后花园，还让这么多店主跟着陪衬，真无耻！闭嘴！我是我师傅是我师傅，我们2个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你们有什么不满冲我来，不准侮辱我师傅。大家听我说，小天牛排提交参赛申请的时候，主办方连评审嘉宾的人选都没定，我们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林大师会来当评审。这件事儿绝对不存在什么内定。谁信啊？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师傅当评审，徒弟刚好凑过来参赛，说没猫腻，鬼才信。就是，说破大天去，你们也是实打实的师徒关系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怎么说都不公平。跟大师徒弟同台竞技，本来就输在起跑线上了。就是，说得对。就算事先不知情，现在关系摆这儿了，也该避嫌吧。真要是光明磊落、问心无愧，就主动退赛啊！赖在比赛里算怎么回事？退赛！都给我闭嘴！我没做过任何违规的事，凭什么要退赛？有些卑鄙小人几句话就想让我退赛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周小天做事问心无愧，绝不可能因为旁人3言2语就退赛。如果我今天退了赛，反倒坐实了内定的嫌疑，我不能平白背上这种污名。说的好听，谁知道你们背地里有没有提前打过招呼？师徒俩串个供太容易了。我如今只是个路边摆摊的，靠着大家的帮助有幸才开了个小店，我没什么身份地位。你们怎么说我都没关系，我根本不在乎。你们爱怎么说我都随意，但我无法忍受我师父受辱。他老人家一辈子只追求美食境界，清清白白做了一辈子菜，业内口碑摆在那儿，不该被你们这么污蔑。光说好听的没用，你说没猫腻，怎么证明？总不能空口白牙说2句就算了。为了证明公平，我可以接受更严苛的评选方式。我提议盲评，所有参赛作品都去掉店铺标识，打乱顺序摆在一起，评审不知道哪份是谁做的，全凭口味打分。那你要是在菜里做什么记号，跟你师傅提前串供怎么办？菜品盲评盲送，制作过程也可以让所有参赛店主派代表监督，绝对公开透明，这样总不存在偏袒了吧？盲评倒是挺公平的，看不见店名，总没法偏心了吧？盲评有什么用？首席评审还是他师傅啊。就算不知道哪份是他做的，吃一口就能认出徒弟的手艺，打分的时候稍微偏一点，我们也看不出来啊。大家能不能听我说几句？我刚才听了半天，大家的顾虑我都清楚了。既然大家对评审的身份有异议，那我在此宣布，正式放弃评审资格，把评选的权利全部交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徒弟不肯退赛，师傅竟然退赛了，评选权交给观众又是什么意思？美食从来不是某个人的权威来定义的，也不是由高档餐厅或者路边摊来定义的，更不是靠头衔和名气分高低。好吃就是好吃，不好吃就是不好吃。我提议让观众来代替评委，全程盲选，没有评委，所有观众都是评委，请大家放下一切的成见，只用自己的舌头来投票，让美食回归本真。美食王大奖本来就是为了鼓励用心做好美食的店主设立的。如果大家认为现有的赛制不公平，那我今天做主，就依周小天和林大师所说，把赛制改成观众盲投。所有参赛商户统一到后台指定操作区制作参赛作品，操作区全程录像，各家商户可以互相派代表全程监督，禁止私自带入外部食材，全部使用主办方统一供应的原材料。这样公平，免得用食材来区分。作品制作完成后，由专门的工作人员用无标志白瓷盘统一盛装，随机贴上数字编号，编号对应关系全程保密，连负责装盘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对应哪家商户。每一位进场的观众都可以免费试吃所有参赛作品，然后把票投给你觉得最好吃的那一份。这规则也太细了，全程公开透明，根本没法作弊。
这才叫公平比赛，有意思。咱们也能当评委了，终于不用光听专家说了算，好不好吃，咱们自己的舌头说了算。投票结束后，当场公开计票，所有人都可以监督。最后，得票最高的就是本届美食王。这样就没话说了，全凭口味说话。真要是输了也服气，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可比之前评审打分靠谱多了，谁也没法玩猫腻，就看谁真有本事。太好了，这下终于没人能再说闲话了，全凭真本事说话，咱们稳赢。这样对所有参赛的人都公平。没想到林怀义居然会主动放弃评审资格，还搞什么观众盲投。不过这也没什么，这些普通人懂什么好坏，大多都是凑热闹的，未必就能分出高低。观众舌头再笨，口味的区别还是吃得出来的。刚才我偷摸去试吃区尝了一口周小天的样品，他的酱汁又改良了，火候把控的也稳。真要是纯比口味，我肯定赢不了他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张口就是赢不了，我每个月给你开那么高工资，就是让你天天在我面前说不行的。我也不想说这种话，但是真的有差距啊。他正经跟着林怀义学了那么多年，底子摆在那儿，占不到便宜。你只管煎好你那个牛排，别的我自有办法。刘总，您能有什么办法？操作区有商户代表轮流盯着，全程录像。做手脚太容易被发现了，你别管我用什么办法，照做就是了。赢下美食王，拿到100万奖金，咱们什么都好说。赢不了，咱们俩都没好果子吃。快过来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小心被人看见。刘总，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 M9级澳洲和牛，我托人加急冷链送过来的，已经换成了和主办方一样的泡沫箱。等会儿进操作区制作参赛作品，就用这个煎咱们的牛排。这不行吧，刘总？操作区有别的参赛商户代表轮流盯着，还有全程录像对着操道台，私带食材进去被抓到就直接取消资格了，搞不好还会被全市餐饮行业通报。你就这么蠢，不会藏着点儿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不是我不想办，是风险太大了。刚才进场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都查了随身物品，操作区门口还有人值守，带进去太容易露馅了。没什么可是。主办提供的西陇和顶级和牛口感差多少，不用我提醒你。要么你就拿着好肉进去拿下这100万，要么咱们就等着输，眼睁睁看着周小天骑到咱们头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尽量不让人发现，这就对了。你放心，没人会挨个切开肉查来源，只要煎出来，没人能分得清。好好发挥，拿到100万奖金，云岸就能活过来。你赢了林怀义的徒弟，也能一战成名。自然点，别东张西望的招人怀疑。这个肉嫩是嫩，但是没什么牛肉香味儿，软趴趴的，像加了不少嫩肉粉，吃着不实在。这个好吃，黑椒酱汁特别香，肉里还有汁水，越嚼越有牛肉味儿，比我之前去的西餐厅还好吃。我要投这个。赛制要求统一做经典黑椒牛排作为参赛作品，咱们之前研制的那些本地酱香、蒜香新口味全都没用上，有点可惜了。大道至简，最基础的菜品最考验功底，越是简单的东西，越能看出厨师的本事。这也是我师傅一直以来的追求，把最简单的菜做到极致，比搞多少花家事都管用。说起来，林怀义大师真的是你师傅啊？咱们认识这么久，我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件事儿。林怀义是我师傅，早年在上京跟着他当学徒，没什么好提的。做菜靠的是自己的手艺，总拿师傅的名头说事没意义。也是，你本来就不爱张扬这些，不过也太凑巧了，你刚好参赛，他刚好来当评审，也难怪别人会往别处想。我也是看见海报才知道他会过来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必要特意解释。哎，你觉不觉得2号那个肉质特别嫩，牵那个脂肪香也浓？刚才主办方不是说统一用的西冷牛排吗？怎么跟我之前吃的澳洲和牛似的？
不过那盘调味很普通，吃着没什么层次。我也吃着不一样。按理说，统一食材不该差这么多，可能有什么特色处理方式吧。但我还是投味道好的那个。吃饭嘛，好吃才是最重要的。统一的西冷怎么可能做出和牛的口感？该不会是赵雷搞鬼，偷偷换了食材吧？他居然敢违反赛制！用顶级食材却做不出对应的味道，本末倒置了。食客吃的是菜，不是单纯的食材贵贱，靠偷换食材也赢不了。经过全场观众的盲投品鉴，本届美食节美食王的评选结果已经出来了。首先公布第3名，获得第3名的是老陈酱卤馆，总得票987票。谢谢各位抬爱。获得第2名的是刘总，你看，第3名是做卤味的，西餐类就剩咱们跟小天牛排2家了，冠军肯定是咱们的。周小天估计就是这个第2，一个路边摊儿，再怎么折腾也低咱们一等。那是自然，群众又不是傻子，口感差别那么大，一吃就尝得出来。等拿了美食王100万奖金到手，咱们就能翻身了。获得第2名的是云岸法式餐厅，总得票1263票。怎么可能才第2？我们可是正经高端西餐厅，还能比不过一个路边小店？获得本届美食王称号，总票数1978票，以绝对优势胜出的是小天牛排。不对，这结果有问题。秦四海，你肯定也跟他们是一伙的。你让周小天一个摆地摊的参赛，又弄来他师傅当评委，现在肯定又暗箱操作给他颁奖。你们就是联合起来坑我们这些正经商家。就是，肯定是黑幕。投票统计，谁知道有没有动手脚？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我们不服。这位商户，请你注意言辞。本次投票全程。大家静一静，我有话说。我是本次美食节指定的肉品供应商老侯，所有参展商户的牛肉都是我统一配送的。比赛前我给参赛商户统一送货，刘建斌鬼鬼祟祟过来说帮忙搬货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了。现在想来，他根本就是趁机偷偷带自己的肉进来参赛了。你胡说八道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带肉了？你也跟周小天一伙的，故意栽赃陷害我！我栽赃你？你不知道吧？美食节场馆全场到处都是监控，你要是没做亏心事儿，敢不敢调监控出来给大家看看？对，调监控，是不是作弊？一看监控就知道了。要是真的自带食材，那就是作弊，必须取消成绩。既然有人提出质疑，那我们就当场调阅监控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工作人员立刻调取今天早上云岸展位侧门的监控，后大屏幕上。刘总怎么办？这调监控就全完了。慌什么？说不定监控拍不清楚，他们没证据，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还说没作弊，这都拍得清清楚楚了，脸都不要了。合着用了自带的顶级肉，才拿了个第2名，连人家用统一实拍的都比不过，还好意思喊黑幕，笑死人了！太过分了，公然违反比赛规则，这种人就应该永久取消参展资格。监控已经证明，云岸法式餐厅违反本次美食节的参赛规定，私自携带外部食材参赛，成绩无效，取消名次和所有参展资格。
并且永远禁止参加商会举办的任何餐饮活动。太好了，终于真相大白了，这些人真是自作自受。本来就该靠真本事说话，耍小聪明迟早要露馅儿。恭喜你，实至名归。谢谢林大师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也跟大家说2句。周小天确实是我的弟子，是我当年亲手带出来的徒弟，也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弟子。很多人觉得法餐高高在上，是高端餐厅里才有的东西，是用来撑场面、摆身份的。但周小天既守住了法餐的内核，又做到了接地气的平民化改良，让普通人花几十块钱就能吃到正经的好牛排，把美食落到了实处，而不是困在精致的盘子里。做厨师，手艺是根，本心是本，你没有丢了根，也没有忘了本，比我当年强。这个美食王，周小天当之无愧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大家，我会一直好好做菜，不辜负大家的认可。你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比赛输了又想耍无赖？我输了，我认，我确实比不过你。你要是来认输的，我收到了，可以让开了。我恨透你了，周小天！从你摆摊那天起，我就处处被你压一头，现在连美食节都输给你，还落了个作弊的名声。作弊是你自己的决定，没人逼你，跟周小天有什么关系？我本来打算在云岸镀真金，攒点履历就去国外深造，以后回来也是响当当的星级主厨。现在到作弊的事儿传开，我在这行彻底混不下去了，我的前途全毁了。你的前途在你和刘建斌同流合污，用合成肉糊弄客人的时候就已经毁了。这一切都怪你，我用合成肉都是你逼的，要不是你处处跟我作对，我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说完了，说完就让路。你混不下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是你自己选的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把西餐当成美食来看待，你觉得穿个主厨制服，待在高端餐厅，拿个虚头巴脑的头衔就高人一等。可不是嘛，天天把档次、仪式感挂嘴边，根本没心思研究菜的口味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撑场面、装体面。你在乎的从来不是菜好不好吃，是自己够不够风光。同样的食材，你做不出那个层次，不是你手艺差多少，是你根本没有对口味的追求。你想的都是怎么投机取巧，怎么走捷径，怎么踩低别人抬高自己。就算没有我，你早晚也会栽跟头。你少在这里说教！你不就是赢了比赛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后果也该你自己担着。我哪里错了？都是周小天的错，还有刘建斌。我当初就不该去云南。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辞职。刘总，实在对不住，现在店里天天没客人，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，我们也得养家糊口，只能另找工作了。是啊，刘总，美食节的事儿传开之后，根本没人敢来咱们店里吃饭了，都说咱们家卖假肉作弊，名声都臭了，再待下去也没奔头，我们就不跟着耗了。刘总，我们也不干了，赵主厨都走了，后厨没人管事，我们也学不到东西，工资还拖着，我们打算去别的店找活干。走，都走，走了就别回来！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店里好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走？刘总，您别骂他们了，这半个月营收连房租都不够，供应商天天过来催款，咱们账上已经没多少钱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撑不多久了。不可能！辛辛苦苦经营了3年的店，怎么可能说倒就倒？我也辞职吧，您多保重。
回去吧，你回去当主厨，不，你当总经理。有钱了，我把那1半分红还你，不，7成都给你都行。这就是云安那个老板啊，当初把小舅子赶出去，现在混不下去了，又来求人家，真是活该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吞人家分红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有今天？你起来吧，我不会回去的。当初是你把我赶出来的，云岸是死是活，都是你自己造的孽，跟我没关系。小天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长跪不起，我就在这跪到你答应为止。你也不用在这儿跪我装可怜，当年的事儿咱们今天掰扯清楚。3年前云岸快倒闭的时候，是谁天天打10几个电话找上京求我回来？是谁拍着胸脯跟我说，只要我能把店盘活，就给我1半分红？这3年，我天天扎在后厨10几个小时，把店从1天2、3桌客人做到整个商圈的头牌，3年净赚1200万。我没日没夜盯产品的时候，你在外面应酬拉关系，店里的根是谁撑着的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还在店里当主厨的时候，你就动过换便宜肉的念思，想把正经原切肉换成廉价调理肉，压缩成本，多赚黑心钱，每次都被我拦下来。你那时候就觉得我挡了你的发财路，早就想把我踢走了吧？你不用觉得委屈，你赶我走那天说的话我都记着。你说我就是个煎牛排，随便找个厨子都能顶替我的位置。你觉得我还会回去吗？做生意先学会做人，见利忘义，过河拆桥。生意早晚做不长久，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全是你自己选的，没人欠你，你也别再来找我。说的太对了，当初把人一脚踢开，现在不行了又来求，就是人品不行，生意早晚得黄，纯属活该。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你以为小天不回去，店就撑不下去了？你真正的麻烦，根本不是店里没顾客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么长时间不来店里，我都以为你跟人跑了，还不赶快求求你弟？那再不帮我们，咱们家就真要垮了。我今天过来是要跟你算账的。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在干什么？我查到了，你这些年一直在出轨，外面养了人，还偷偷转了不少钱到第三者名下。还有，店里这半年亏的钱，你根本没打算自己扛，你偷偷签了好多共同借款，想把所有的亏损都算成夫妻共同债务，全都转嫁到我头上，你自己卷着剩下的钱跟情人跑路，让我替你背债，是不是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让你乱翻我东西的？你把东西给我！我有没有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手里有你转账的记录，还有你签的那些借条复印件，证据都在我手里，你赖不掉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还想动手不成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当初为什么追求你？真的是喜欢你吗？当年你逢人就说自己弟弟是上京回来的西仓大厨，手艺有多厉害。我那时候店快倒闭了，正缺个能扛事儿的主厨。我不追你，怎么能把周小天骗回来给我卖命？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我。不然呢？你真以为你有多大魅力？说白了，你就是我骗周小天回来的工具。现在你弟弟走了，你也没什么利用价值。债务是夫妻共同的。店亏了钱，你当然要一起扛。想跟我撇清关系，门儿都没有。你是不是人？我姐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这么对她？要不是你处处跟我作对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都是你们姐弟俩害的。你简直是个人渣，利用完人家弟弟又坑人家姐姐，太不要脸了！从没见过这么自私自利的人。刘建斌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种人。这么多年我处处帮着你，连我弟弟受委屈我都劝他忍，到头来我就是个笑话。你以为我只查到了出轨和转移债务，
我还拿到了云岸这3年的真实账本。你这些年偷税漏税、做假账、虚增成本、隐瞒营收，偷了多少税钱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怎么会有这个账本？你把它藏哪儿了？你藏在办公室保险柜里的东西，我早就留意到了。以前我念着夫妻情分，不想拆穿你，现在我算是看透你了。你这种人，根本不值得我留情面。我已经把所有证据都整理好了，今天下午我就去税务局举报你。你做的那些违法的事儿，该承担什么后果，你就自己担着吧。你敢！周辉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举报我，我让你没好果子吃！你动他一下试试。你再耍横，我们就报警了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你自己违法乱纪，还敢威胁人？赶紧滚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！我打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敢碰他一下，我让你走不出这条街。喂，商场保安室吗？这边有人闹事动手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。刘建斌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老实点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周小天、周慧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姐都过去了。我昨天已经去税务局和经侦队都做了笔录，把所有的证据都交上去了。刘建斌这些年偷税漏税的金额不小，加上做假账、恶意转移债务，够他判好几年的。你做得对，这种人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以前我总想着家丑不可外扬，总想着凑合过下去，处处替他遮掩。现在才明白，对付这种人，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律师说了，他的那些债务我根本不知情，也没有用在家庭开支里，就不算共同债务。我已经提交了证据，以后他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慧姐，你能想通就太好了。以前你就是太心软了，才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以后就好了，不用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了。说起来还要谢谢你们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可能还被蒙在鼓里，继续替他数钱呢。姐，咱们是姐弟，不说这些客气话。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以后往前看就好。周老板、白老板，按照你们的要求，这边是生肉处理加工区，那边是酱汁熬制和分装区，中间用隔断分开，符合食品卫生标准。冷库放在最里面，容量够你们3家分店的配货量。卫生标准一定要达标，所有动线都要合理，不能出现生熟交叉。肉品处理的刀具和案板都要分类，这个不能马虎。还有通风和消毒设备一定要用最好的，每天的消杀流程要固定。中央厨房是所有门店的根基，品质必须稳住。放心吧，2位，我们都是按最高标准做的，保证验收通过。100万奖金刚好够中央厨房的前期投入，加上咱们店里这段时间的营收，第1家分店的启动资金也差不多了。等中央厨房建起来，出品就能标准化，开分店就快多了。中央厨房建好了，就能统一腌肉、统一调酱汁，每家店的口味都能保持一致。以后还要做自己的牛肉供应链，从肉源到出品全程把控，才能走得长远。我已经在看第2家分店的铺面了，选在大学城附近，年轻人多，客流量稳。等这边中央厨房落地，咱们就可以同时推进2家分店。您的黑椒牛排套餐，请慢用。谢谢啊。慧姐适应的挺快的，才来半个月，已经上手了。本来我还担心她以前当惯了老板娘，放不下面子做服务员，没想到她一点都不矫情。她憋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想自己做点事儿了，靠自己双手吃饭，没什么丢人的。也是，靠自己最踏实。对了，我听以前云安的老员工说，赵磊收拾东西走了，去了南方，说是再也不回这边了，之后就没消息了。他走他的路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以后好好做咱们自己的生意就行。
今天午市挺忙的，我刚才又接了3桌单，都记在本子上了。累了就歇会儿，不用太拼。不累，忙点充实。以前天天待在家里胡思乱想，现在干活反而踏实。客人进来要主动迎客，带位的时候要注意间距，不要碰到旁边桌的客人。收台的时候要轻拿轻放，别弄出太大声响。好的，周主管，我记住了。今天晚市预计客流量比平时多2成，你们提前备足食材，牛排提前断筋处理好，别到时候出餐跟不上。好的，周主管，我们已经在准备了。你看慧姐现在完全独当一面了，管起门店下头头是道，比我管的都细致。她本来就细心，管门店正好合适。你们回来了，铺面的事谈得怎么样了？谈妥了，第2家分店下个月初就能进场装修，到时候这家中心店就交给你全权管理。你现在的能力，管1家店完全没问题。你们放心，我肯定把店管好，不会出岔子的。前台就按这个尺寸做，后面留出操作间的位置，明厨的玻璃用防爆的，客人能直接看见煎牛排的过程，跟中心店标准一致。煎台的位置再往左边挪30公分，这样出餐动线更顺，服务员取餐不会跟备餐的人撞上。还有排烟系统一定要做好，不能让油烟飘到用餐区。还有墙面的颜色就用跟总店一样的暖米色，桌椅选原木色的，保持统一的视觉风格。灯光要暖光，打在牛排上颜色好看，客人拍照也出片。好的，都按你们说的调整。开业的活动方案我已经做好了，开业前3天经典套餐半价，转发朋友圈送小甜品，跟总店开业的时候差不多。但是针对大学生加了凭学生证减5元的活动。可以，食材供应那边我跟老侯对接好了，中央厨房每天早上统一配送，保证食材新鲜。开业前我会过来盯3天出品，确保口味不跑偏。行，那咱们分工明确，你管出品，我管运营，慧姐管总店，肯定没问题。小周，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彼此都信得过。这个供应链品牌咱们各占1半股份，我负责肉源采购和屠宰加工，你负责品质把控和渠道供应，强联合肯定能做起来。肉源是根基，有侯大哥你把控上游，我放心。咱们的供应链不光供自己的门店，以后也可以给本地其他正规餐饮商户供货，只做原切好肉，打出咱们的口碑。品牌注册资料都下来了，商标也注册好了。接下来我会对接本地的餐饮协会，先拓展第1批合作商户。好，我干了1辈子鲜肉生意，就想让大家都吃上放心的好牛肉。以前我就是个摆摊卖肉的，没想到还能做成自己的品牌。跟你合作真是找对人了。以后咱们一起把这件事做好，既把控好自己门店的品质，也让本地的食客都能吃到放心的原切牛肉。等供应链稳定了，咱们开分店的速度就能更快了。明年争取开到第5家店。每一块牛排的厚度都是统一的2公分。煎的时候一面煎1分20秒，翻面再煎1分钟，醒肉30秒，这个标准不能变。黑椒酱的配比跟总店一模一样，每一勺都要过秤，不能凭感觉放。好的，周老板，我们都记下来了。不管多忙，醒肉的步骤都不能省，肉汁锁不住，口感就差远了。咱们开分店，口味必须跟总店保持一致，不能让客人觉得哪家店味道不一样。客人进店要主动问好，有忌口的要提前记好。出餐的时候跟后厨核对清楚，客人有任何问题都要耐心解答，解决不了的及时找店长。都准备好了，明天开业肯定没问题。准备得很充分。小周啊，恭喜新店开业，这才1年多就从路边摊开到2家分店，还有自己的供应链，真是后生可畏，可不是嘛？我当初就说这小伙子有出息，果然没看错。多谢秦会长和侯大哥捧场，没有你们帮忙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小天现在真的出息了，我这个当姐姐的也跟着沾光。感谢大家今天过来捧场，小天牛排大学城分店今天正式开业，
开业前3天，经典黑椒套餐半价，大家都可以进店品尝。还记得你当初推这个小铁板车摆摊的时候，谁能想到现在都开第2家分店了？时间过得可真快。要是没有你帮忙，我走不到今天。从摆摊到开店，一直都是你陪着。咱们俩谁跟谁呀？搭档嘛，本来就该互相帮衬。再说了，是你手艺好，换别人可做不出这么好吃的牛排。从路边的小铁板车，到如今的连锁门店，从被人赶出门的落魄主厨，到如今实至名归的美食王。眼前的烟火气不是终点，前路还长，属于我的味道才刚刚开始流传。